年初一，云深不知处鲜有的热闹，家里有孩子的都带着相互走动，一来是拜新年，二来也是给孩子讨要个彩头。一圈走下来，每个孩子的兜里都装满了压岁钱。哎，又送走几个来拜年的孩子，魏无羡看着空空如也的荷包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怎么了？蓝忘机把魏无羡圈在怀里，用手捋顺了他额前的发丝。蓝湛，云深不知处的孩子怎么这么多啊？300两银子，一大早就散尽了。无妨，匣子还有，用完再去内务库取便是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我就是……你看呀，我们可都是往外送钱，也没往里进钱呀，亏死了。蓝忘机不禁失笑，他还不知道魏无羡居然是个小财迷，还计较这些。有钱。蓝湛，云深不知处尽骄奢懂吗？亏你还是长罚呢。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魏无羡拿着家规来说事儿，这让蓝忘机有点无语，但更多是觉得可爱。你当如何？年前丝锥不是正式记在你名下了吗？蓝忘机隐隐有种不太好的预感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那丝锥就是咱俩的儿子，白捡了个儿子，不用白不用。没顾上追问两句，魏无羡已经一溜烟跑出去了。看了看空空的怀抱，蓝忘机无奈叹了口气，想着大过年的应该也不会有啥事儿，就随他去了。自己则打算取了年礼去松风水月陪叔父和兄长下棋。这头魏无羡已经跑到了蓝丝锥的卧房。丝锥，魏前辈。新年头5日休沐，蓝丝锥难得清闲，照例卯时起来练了早课后，就在屋里看书。怎么还叫魏前辈？族谱可都上了呀？阿爹，这是羞答答的丝锥宝宝。乖。虽然已经上了族谱，名正言顺，但蓝丝锥还很不习惯，叫了这么久的魏前辈，要他一朝改口叫爹，颇难为他这么一个再过几年就要籍贯的人了。阿渊啊，你看阿爹对你好吧？单纯的只点头的丝锥宝宝。既如此，现在该到了你报答阿爹的时候了。蓝丝锥心下不解，魏无羡能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他去做的？只要跟魏无羡有关的事情，韩光君都一手包办了，除非韩光君不在云深不知处。可今日大年初一，韩光君没有出门啊。不过只要是魏无羡需要他做的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于是乎，云深不知处出现了别开生面、前所未有，让一众长辈目瞪口呆的一幕。魏无羡拉着身量快跟他平头高的蓝丝锥，挨个敲响了蓝氏每一位长老和客卿的门，按头让蓝丝锥改口叫人，然后就摆出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，末了还给蓝丝锥来了一脚，串多蓝丝锥一块笑。这意思很明显了，新年了，我家孩子来拜年了，您看人都叫了，该给压岁钱了吧？对于这个举动，蓝丝锥一开始是拒绝的，领压岁钱的孩子都是10岁下的，可他都这么大了，实在羞臊得很。但是魏无羡死死拉住他的手，一副今天要不到钱，老子一定会打得你另一个老子认不出你的恐怖微笑。他干咽了口唾沫，只得硬着头皮叫人。万事开头难，叫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之后，蓝丝锥彻底麻了，随便魏无羡拉他去哪儿，让叫人就叫人，让拜礼就拜礼。眼看快到午膳时分，魏无羡带着自家便宜儿子来到了最后一站松风水月。一点都不掺假，蓝忘机在看到魏无羡牵着蓝丝锥的手踏进来的时候，眉头猛地一跳，早前那股不祥的预感变得特别强烈。要来了吗？叔父，大哥。这是笑容满面的魏无羡。这是雅正如常的蓝启仁。无羡来了，刚才我还问忘机你去哪儿了呢。这是温润如玉的蓝曦臣。我带着丝锥去拜年了，现在就差叔父和兄长了。听魏无羡这么说，蓝曦臣和蓝启仁都停下了棋局，看了蓝忘机一眼，两道目光的意思也很清晰，你媳妇又要玩什么花样？然而一无所知的蓝忘机只能抿着嘴干瞪眼，尴尬地喝口茶。阿愿叫人，丝锥来给叔祖和伯父拜年了，愿叔祖和伯父身体康健，来年喜乐。可。这是被半口水呛住的蓝忘机，失态的模样惹得蓝启仁瞟了他一眼。不就是拜个年吗？也是不懂蓝忘机为何这么大反应。蓝曦臣愣了愣，
倒是马上领悟了魏无羡的意思，笑着从兜里掏出一只精致的荷包，递给蓝思追。思追，来，这是叔祖和伯父给你的，也愿你平安康健，日后能为我蓝氏添彩。西尘说的对，身体最重要。思追呀，切莫焦躁，课业修为都要稳扎稳打，方能成大才。是，思追谨记。吃过午膳，望羡才带着便宜儿子回了净室，见蓝思追道出少说有1000两的压岁钱，蓝忘机觉得有些低估了自家道侣财迷的程度。为钱？阿爹，压岁钱都在这儿了，给您放哪儿？给我干嘛？这都是你的，自己收好。啊什么？本就是给你讨的，你好好收着，随便用，用完了再来净室。阿爹这儿还有好多银子，我现在也是有钱哥哥了，不对，是有钱爹爹。蓝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蓝忘机搂住笑着投怀送抱的道侣，轻轻嗯了一声，但魏无羡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瞬间原地石化。我倒是忘了，阿月，来，叫父亲。蓝思追也僵在原地，入族谱那日，蓝忘机都没让他改口，这猛地要他喊蓝忘机父亲，可比改口叫魏无羡阿爹难太多了。魏婴，别闹。怎么就闹了？你不是他父亲吗？他小时候可是头一回见你就抱着你大腿叫爹的，怎地小时候叫的，现在大了叫不得了？阿月，快叫父亲，还能再得一个大红包呢。阿爹给你保证，比谁给的都大。把蓝思追记在名下的事儿是蓝忘机提的，但从未想过要蓝思追喊自己做父亲。他不愿蓝思追为难，刚想开口劝阻，就听见了一声微不可察的父亲。阿月，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？大点声啊！父亲。这次足够大声了，蓝思追还附带行了拜礼。在他心里，蓝忘机跟他的身生父亲并无二异，他是在蓝忘机的护持下才得以平安长大，这一声父亲他也是发自肺腑的。乖了，蓝湛。蓝忘机这才从父亲的幸福晕眩中回过神来，原来有人叫自己父亲的感觉是这般的，有成就感。蓝忘机不确定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，但开心是无疑的。为此，他果然如魏无羡所言，给了蓝思追一个比别人都大的红包，惹得魏无羡感叹，果然有钱哥哥永远都是有钱哥哥，只不过现在升级了，是有钱父亲了。蓝思追带着一大捧压岁钱回到卧房的时候，蓝景仪正巧寄了外祖回来找他，见到这么多钱，吓得他怀疑蓝思追是去打家劫舍了。而在得知来龙去脉之后，蓝景仪羡慕地发出了灵魂质问：思追，你说韩光俊和魏前辈还缺儿子吗？对此，蓝思追亲切表示：找你家泽无君去，不要来跟我抢爹。叫哥哥。魏婴。蓝忘机很无奈，魏无羡这架势分明就是，今天不管怎么着都得叫我一声哥哥，否则就是过不去。他知道魏无羡喜欢调戏他，自己对于道侣间的这些情趣也颇为喜欢，所以自从魏无羡住进云深不知处，他对魏无羡的各种要求无一不应。好容易哄回来的媳妇儿，可不得自己好好宠着。但是今天这出叫哥哥的戏码，着实有几分为难蓝忘机。自打3岁上，连蓝曦臣都不曾听他喊过一声哥哥，此等过分亲昵的称呼太不雅正了。蓝二哥哥，平日里我都喊你多少回哥哥了，你看在床上我……别胡说。我怎么胡说了？怎么就不能你喊我一回了？可否换一个？听到这句话，原本打算咬死不松口的魏无羡，眼眸滴溜一转，身子立马像失了骨头一样缠上蓝忘机。换一个也可以。看到魏无羡挑眉一笑，蓝忘机就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后悔说出刚才的话。蓝二哥哥，叫羡一声夫君如何？魏无羡说完，还朝蓝忘机的耳朵吹了一口气，效果立竿见影，跟蓝家袍服不合时宜的粉色立马爬上蓝忘机的耳畔。但是得意过了头的小猫咪忘记了，他此刻调戏的是一只披着兔子外衣的大野狼，便是此刻羞得很，也不妨碍猛兽出笼。蓝忘机捏住魏无羡的细腰，用力揉了一把，又一个翻身，狠狠将魏无羡压住，目光不善地打量着倒打一耙的小猫咪。蓝湛，你耍赖皮！谁是夫君？自然是我，大名鼎鼎的夷陵老。
魏无羡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声清脆响亮的啪给打断了，愣是没反应过来。啊，蓝湛，你怎么能打我屁股？嘴动版禁言术可比蓝家原装禁言术好用多了，不消一会儿，刚才还在炸毛的小猫咪就已经软得一塌糊涂了。说，谁是夫君？你是，自然是富贵能赢的寒光俊。蓝湛，你学坏了，哼！只一个抬眼，魏无羡就发觉大事不妙，他好像把沉睡的大野狼吵醒了。别呀，昨个闹到了丑时末才歇息，他实在吃不消啊。蓝忘机仿佛看穿了小猫咪眼神中的恐惧，嘴角微微一笑，立马勾的小猫咪卸下了防备，主动伸出胳膊攀了上来。可怜堂堂夷陵老祖没有听到人家喊他一声哥哥，自己倒是一浪一浪的喊了人家上百声夫君，末了一句是特别放送：夫君威武。这一晚，风在动，心在动，人亦在动个没完没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